拥有众多博物馆，是世界艺术和建筑之都，在这里孕育出各种天才。文学界但丁，艺术界乔托、达文西和米开朗基罗，政治界的美第奇，科学界的伽利略。没错，这里就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——欧洲文化之城佛罗伦斯。Ciao a tutti， 我是淘淘，欢迎来意大利找淘淘。今天是托斯卡纳3剑客的最后一站佛罗伦斯。网络上介绍佛罗伦斯已经很多了，所以淘淘就是一个快速攻略版，让你轻松掌握20几个必玩景点路线、必吃美食以及住宿区域选择，以及避雷指南，真的是干货满满。赶快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！卢卡跟比萨的时间安排都可以抓1日游，还没有看过的朋友记得点上方小卡片哦。但是佛罗伦斯的旅游时间安排建议在3日，因为要看的景点真的太多了。以下是3日游的旅游规划，72个小时跟着淘淘这样走，带你玩遍佛罗伦萨，肯定会少走很多冤枉路。第一天，这个小教堂就在火车站附近，里面有马萨乔、乔托等大师的作品，还有修道院跟花园，非常的宁静，可以躲开市中心的尘嚣，放松心情来这里拍美照哦。第一次来佛罗伦萨的朋友，我一样推荐套票行程，这一区一次全包，要不然你会现场排队排到死。圣母百花大教堂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堂之一，它的名称 Santa Maria dei Fiori， 意思就是城市的名声 Fiorentina 花城，这是为什么佛罗伦斯也有花城之称。目前已有728年的历史，外墙用白色、红色、绿色的大理石装饰，具有几何图案以及风格化的花朵。内部呢还有44个彩色玻璃，非常的漂亮。记得圣雷帕拉塔教堂位于大教堂内，沿着中央走廊右侧第1根跟第2根柱子之间有一条楼梯，下去就可以抵达，是托斯卡纳区最大的早期中世纪教堂之一。教堂圆顶是一个绝对的艺术杰作，是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文化的象征，也是整个西方人文主义的象征。建立于1420年到1436年，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砖石穹顶，大家一定要去看。圆顶是一个8角形的石砖结构，实际上呢是由2个圆顶组成，双圆顶之间的空隙呢是通往圆顶的楼梯，总共463阶。圆顶上的巨大的最后的审判的壁画也是必看的重点之一哦。乔托钟楼之所以叫乔托钟楼，是因为由当时的艺术家乔托一手打造，是意大利哥德式建筑的杰作。爬414阶以后呢，就可以看到整个佛罗伦萨的全景视野，一定要来打卡，很累，但是一定值得。避雷提醒：圆顶跟钟楼都没有电梯，非常的耗体力，而且越爬到上面会越窄，强烈建议以下人士避雷。圣若望洗礼堂就在大教堂的正前方，是意大利罗马式的建筑的杰作，其圆顶完全用马赛克装饰，必看的重点就在这边。3个入口都有美丽的青铜门，原件则保留在博物馆中。大教堂歌剧院博物馆总共3层楼，有28个展厅，10件必看作品如下。领主广场是意大利佛罗伦萨旧宫前的 L 型广场，各式花样复制品雕像都在这边看得到，还会时常看到很多美术系的学生在这里作画，以及街头卖唱的艺人，艺术气氛氛围满满。如果没有时间去学院美术馆看大卫像，其实这里就可以免费拍到大卫像的复制品。圣十字广场，这里是佛罗伦萨人最喜爱的广场之一，尤其是到了每年的6月，这里会举办佛罗伦萨古老的足球比赛，又称为化妆足球。决赛呢会在每年的圣约翰节，也就是6月24号举办。这个时候来旅游的朋友绝对不要错过喽！旧宫至今仍是市政府的所在地。避雷提醒：米开罗索庭院以及23庭院都是免费参观的，想要深入了解旧宫才需要买票。旧宫参观的主要景点包括500人大厅、弗朗切斯科一世房间、克莱梦7世大厅、科西莫一世房间、艾莉诺小堂。乌菲兹美术馆是意大利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之一，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艺术博物馆之一，收藏了世界上最多的拉斐尔及波提切利的作品，以及其他大师的作品，主要来自美第奇家族的私人收藏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今天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重要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收藏馆。避雷提醒：一定要事前先买好门票，要不然会花非常多的小时在排队哦。
官方推荐从2楼开始参观，2楼必看作品如下，1楼必看作品如下。热爱艺术的朋友，这一辈子一定要来一次乌菲兹，亲眼看到画作的那种震撼感，是完全没办法跟在网络上看照片或是影片相比的。相信我，你们一定要来。上老桥之前呢，记得先去走瓦萨利走廊。瓦萨利走廊始于旧宫的南侧，经过乌菲兹美术馆的南侧，沿经阿诺河北向西，然后一直接到老桥。来佛罗伦萨，你一定要上这个桥，要不然你真的就是白来了。老桥横跨在阿诺河上，从这里可以欣赏到整个阿诺河的壮丽景色。IG 打卡都在这边拍的。桥上呢还有很多的珠宝店跟金匠的工作室，大家有时间可以逛一下。强烈建议日落的时候来老桥，拍出来的效果绝美。第一天美食推荐地图在这边。佛罗伦斯最古老的咖啡厅已经将近快300年的历史，一定要来体验意式古色古香的咖啡厅气氛。推荐他们家的吉利蛋糕，自创店以来的传统蛋糕，大家一定要来尝看看哦。红遍全世界的帕尼尼在这边，始于1989年，一直位居 TripAdvisor 之首，在美国开设分店的时候也是秒卖光，可见他们家的帕尼尼是有多好吃。强烈推荐他们家的松露帕尼尼，总共有4种口味，香到爆。这是佛罗伦斯最小的餐馆之一，从1945年就开始营业。想要体验当地人的餐厅，一定要来这一家哦。推荐菜色：兔肉以及朝鲜蓟。真正最经典的菜色呢是朝鲜蓟饼。住宿推荐区域呢，淘淘都已经帮你整理好了，不用担心。喜欢热闹，想要夜生活，请选这边；喜欢安静，想要好好休息，请选这边。想要省钱小资方案，请选这边。避雷提醒：订住宿的时候呢，千万要问是哪一层楼。淘淘以前第一次来佛罗伦萨的时候就踩过一个大坑，网站上呢显示是0楼，到了以后才发现，一半的房子在0楼，一半的房子在半地下室，真的是超级潮湿，千万不要选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今天先介绍佛罗伦斯第一天的攻略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佛罗伦斯3日游，72小时跟着淘淘这样走，带你玩遍佛罗伦萨。Ciao, a presto!